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变态与探员的故事。探员坐在旅馆外面的车子里，拿着望远镜和小耳朵监听器，密切观察那个变态的一举一动。他要预测他的下一步，并阻止可能发生的危险。那个变态已经全裸在房间里转圈2个小时了，他每转一圈就用力打自己的屁股，发出啪啪的声音。这到底是什么鬼？探员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那变态还不断跟自己的屁股对话，说要跟自己的屁股结婚，说自己的屁股是他的真爱。探员想起这家伙曾经在火灾现场偷石头，人家警告他，他还抓着不放。有人大喊把石头放下，他却回答，不行，这是我的宝贝，这些石头具有魔力，可以让我控制别人的心灵，并且改造这个世界。他完全是个变态，而且变得越来越危险。探员回忆着这家伙所做过的坏事，心里充满了恨意。这个变态还有反思能力，还会自省。他经常试图反驳自己在各种方面的错误，他不断增加自己反思的能力。在阿巴绕光监狱里的西方援助人员对这一点体会最深，他们曾经试图改造他，但都失败了。就在探员想休息一下，喘口气，顺便去上个厕所的时候，变态行动了。探员是有点尿急，只是没想到尿意如此强烈，但他必须忍耐，否则一切有可能将功亏一篑。他看到变态突然穿上衣服，戴上帽子，还扛起一个大包袱，从窗户跳了下去。这家伙连出个房门都不正常。探员立刻发动车子，追了上去。他不知道变态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包袱里有什么，但他知道，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，抓住这个变态。午夜12点钟，变态来到了附近一个热闹的小夜市里，这里到处都是吃宵夜的夜毛子。他在一个烤香蕉的摊位前面，他对着摊主微笑，用甜腻的声音点了一根烤香蕉。摊主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，只是快速的把烤香蕉包好递给他。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让探员完全惊呆了。这个变态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把烤香蕉放到了自己的屁股里，然后开始大声的唱歌。他唱的是一首叫做《小屁股我爱你》的歌。他的歌声很难听，也很响亮，他吸引了附近很多人的注意。有些觉得很好笑，有些人觉得很恶心，有些人觉得今天的 MA100 不该再继续下去。但探员认为，至少他还没伤害任何人，而且画面已经被打上了马赛克。至于旁边那个卖烤香蕉的老板则非常生气，他觉得这变态侮辱了他的香蕉，于是把钱退给变态，要求他把香蕉给还回来。这你拿回去要做什么呢？探员心想。眼见变态拒绝把香蕉还给老板，还说这是他的新娘，说他要带他去旅行。老板骂他是畜生，但变态被骂一点都不生气，脸上还露出一种痛苦且快乐的表情。他的眼睛闭上了，他的嘴巴张开了，他完全不顾旁人的目光，不停唱着那首歌，呼呼啦啦呵哈哈，小屁股我爱你。就在这时候，探员发现路边围观的人都开始拿起香蕉，有的在吃，有的在玩，有的在拍照。探员觉得奇怪，他问其中一个路人，为什么你们突然对香蕉有兴趣？路人说，哦，今天是香蕉日，我们都在庆祝香蕉的美好。探员还是不明白，他问香蕉日是什么意思，他从来都没听过。路人说，香蕉日是一个传统的节日，每年的这时候，人们都要用香蕉来祈求平安。探员觉得这个节日很荒唐，他想，这难道跟变态先生的歌声有关？变态先生继续唱歌，他全身都被打上马赛克。卖香蕉的老板眼神也开始迷蒙，还慢慢露出了微笑，好像忘了自己刚才的怒气。他也拿着一根香蕉在一旁手舞足蹈。探员因为尿急，所以一直有点分心，没办法仔细听变态在唱什么。或许是这样造就了他的免疫。
只见变态重新扛起包袱，那包袱里好像装满石头，因为发出了许多石头撞击的声音。他跑到了一辆计程车前，跟司机说要去机场。探员赶紧开车跟上，他不知道变态有什么阴谋，但他知道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，抓住这个变态。探员一边开车，一边拿出手机打电话，他向他的上司汇报情况。他的上司问他是不是边开车边用手机，他说是的。上司告诉他，这是违法行为，而且非常危险。他道了歉，并在挂断电话前告诉他的上司，说他正在去机场的路上，说他需要增援，因为他不知道变态会做什么。他的上司表示会尽快派人过来，请他小心行事。探员挂掉电话，继续盯着前面的车子，但是他实在非常想上厕所，他觉得自己的膀胱就快要爆炸了。探员必须立刻找个地方上厕所，否则他就要尿裤子了，但他又不能离开变态的车子。他看到路边有个加油站，里面有厕所，但变态的车子没进去，他也不可能进去。他真希望前面的计程车司机也想上厕所，这样他就有机会趁机上厕所了。但是前面的车子没有停下，只是继续往机场前进。探员忍不住开始在车里东翻西找，他找到一个空瓶，这是尿尿的神器，不过他觉得自己实在太丢脸了，但他没有别的办法，他能怎么办呢？他只能用一个空瓶子来装自己的尿液。他希望没有人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尤其是变态。他不想让变态知道他的弱点，也不想让变态嘲笑他。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太艰难了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。他想起自己的家人，他的朋友，他的梦想。他想起自己曾经是多么有才华，多么有前途。他想起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，多么自由。他想起自己曾经是多么爱这个世界，多么爱这个生活。但现在他只能在车里尿尿，追着一个变态，而且边开车边尿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他能办到吗？探员的内心五味杂陈，他正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煎熬，他的心情如此复杂，他的行为如此危险。车子摇摇晃晃的前进，他努力镇定下来，注视前方他在追踪的计程车。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，一只手拿着瓶子。来吧。他觉得自己的动作很不协调，很不自然。他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，他希望能尽快抓住变态，结束这场噩梦。他不知道变态还会做出什么更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，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尊严，他只知道他必须坚持下去，完成任务。保特瓶慢慢满了，但探员觉得自己还没尿够，是保特瓶太小，还是他尿的太多，或者两者都是呢？就在这时候，前方的计程车停下了，但探员还没尿完，他赶紧停下车子。他看见变态下了车。等等，不是要去机场吗？这还在半路上啊！变态快步离开了计程车，往一条小路前走去。探员发现自己已经尿满了保特瓶，但他还没尿完。他今天到底喝了什么？有些尿液洒到他的裤子上。探员觉得自己很尴尬，也很紧张。他不知道变态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跟踪。他等计程车开走之后，快速地下车，并且把尿满的瓶子扔到车后座，然后在旁边随地小便一下。糟糕，会跟不上吗？他又尿了一段时间，接着长长的呼了一口气。啊！终于尿完了，探员赶紧往变态最后消失的方向追去。他希望自己能追上，又希望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隐约看到变态走在远处的小路上，这整条路都黑漆漆的，没有任何人。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错，或许前方只是树影。探员觉得这里很不对劲，他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。他拿出手机打给上司，他要告诉他们现在地点改变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在他耳边传出那首歌的声音：小屁股，我爱你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
都是 Miki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